出生于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红胡子腓特烈，或者称为巴巴罗萨，他将国家改名为神圣罗马帝国，并透过颁布古罗马的法律，试图巩固王权与地位。而要能够成功恢复统治者的威严，那么最快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战争。大家好，我是克里夫。上一集我们说到，日耳曼国王的威严在受到教皇与诸侯们的联手打压后，声势一落千丈。红胡子腓特烈上位后，组建了军队，并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有钱的意大利城市。虽然说这些城市因为商业贸易而变得富裕，但同时也有很强的独立性。再加上教皇也不愿意再度看到日耳曼的君王将势力入侵到意大利，所以便给予北方城市各种支援。这就让腓特烈即便征服了这些城镇，但当他返回日耳曼后，城镇又会再度叛变自立，导致不断在日耳曼与意大利两边跑的腓特烈，最终败给了城市同盟的军队。红胡子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在他的孙子腓特烈二世继位后，继续试着完成。他因为父亲联姻的关系，还同时继承了意大利南部与西西里王国，因此他便透过专制体制与官僚系统，效仿了拜占庭，建立起集权的统治，并透过强行课税，创立了一支职业军队。他的行为当然让意大利中部的教皇以及北部的威尼斯、佛罗伦斯等城市十分不满，也就让他们的冲突不断。为了加强意大利的统治力，腓特烈二世干脆把日耳曼地区授权给诸侯们管理。这个举动等于是直接放弃了日耳曼地区，好让他能够专心解决意大利的冲突。不过呢，事与愿违的是，在他死后，教皇透过号召的方式，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势力完全赶出了意大利南部，而日耳曼地区的诸侯们又将领地各自传承给他们的继承人，使得日耳曼看起来就像是分裂成好几个国家，最终让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如同伏尔泰所说的，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意大利北方的城市终于摆脱日耳曼的威胁后，他们转头又陷入了内斗当中。原因在于这些自治的城市都是由具有权势或富裕的家族所掌控，一旦外部威胁消失后，那么就会为了利益而彼此交恶。这就让意大利虽然在经济贸易比其他地方发达，但政治反而没有那么稳定。好，日耳曼走向衰弱，意大利陷入内斗。如果要说政局相对安稳的势力，那么中世纪中期就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地区，那就是英格兰与法国。我们先说英格兰。之前我们说过，在阿弗烈与他的子孙努力下，曾经把英格兰给统一起来。而随着维京人持续的入侵，以及后继的国王领导无方，又再度让王权走向下坡。公元1066年，诺曼第公爵威廉声称自己拥有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发起了横跨海峡的战争。当时的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因为受到北方维京人的入侵而忙得焦头烂额，使得他无法成功阻挡威廉的进攻，哪怕他的军队在这场哈斯丁斯战役中奋勇作战，但最后还是败给了威廉。从此之后，威廉公爵摇身一变，成为了征服者威廉国王。威廉是诺曼人，他跟原本统治者是不同的民族哦。因此，在征服英格兰后，他将没收的土地重新分封给底下的功臣。这种分配土地的方式，以采邑的形式直接或间接的分配下去，建立起所谓的封建制度。但这种制度并不像欧洲其他地方，受封的功臣并不是完全独立哦。相反的，威廉还保留了铸造货币、征收土地税、重大案件的审理权等等权利，同时又委任了郡守协助各地受封的贵族进行管理。再加上他把这些贵族分散在全国各地，让他们无法串联，使得威廉建立起了这套特别的封建制度，让国家统整于国王的治理之下。接下来，威廉的儿子亨利一世继位后，开启了王室法庭走向专业化的过程。随着法庭越来越受到重视，有些人被划分出来，专门负责处理账务的事情，而成为了财政部的职员。而各地需要调解的纷争也很多哦。因此，亨利一世便把父亲创立的王室法庭巡回制度给确立下来。而亨利一世的孙子亨利二世
再把巡回法庭给发扬光大，透过到各地审查与调解纷争的过程，让国王获得更多的声望。尤其是当时最容易产生纠纷的，多半都是土地问题哦。而国王如果能够捍卫底层骑士的权利，避免他的土地受到大贵族的侵占，那便能获得更多骑士的拥护。不仅如此，巡回法官因为不熟悉各地的情况，所以在审理案件时，会将知道当地情况的人召集到法庭来汇报情况，这也就成为了后来陪审团制度的雏形。随着巡回法庭与陪审团运作的越来越广泛，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个政治体系当中，同时也让他们对政府更加的忠诚。在大量拥护者加入王室政府的运作之后，国家似乎渐渐便不再需要国王来指手画脚了。最明显的案例就是亨利二世的儿子查理一世，他长期都在欧洲领军作战哦。在他统治的10年期间，只在英格兰待过6个月，其他时间要么在打仗，要么在准备打仗。也因为他的骁勇善战，所以更享有狮心王的称号。不过，国王长期在外的状况下，英格兰反而能够更有效的管理。在好几位大臣的治理下，国家变得井井有条。但是这些都在约翰继位后有了180度的转变。约翰在位时，法国逐渐兴盛起来。当时的法王是腓力二世，他透过武力不断收复诺曼底周围的地区。面对法国来势汹汹，约翰不仅要用钱治理英国，还要用钱跟法国作战。但之前在经过2次替狮心王查理集资的英格兰人民，已经不愿意再缴纳更多的税款来帮国王擦屁股了。公元1215年，不满于国王的贵族王侯们透过内战，逼迫约翰签下了著名的大宪章。尽管之后约翰和贵族们双双违反约定，继续斗争，但这份文件却有着另外的意义。它代表底下的臣民，让国王需要尊重他们的权利，像是在没有经过贵族议会的同意，国王不能擅自征收大笔税款等等。换句话说，大宪章其实代表了国王也得接受法律制约的概念。虽然说国王的权力受到了限制，但整体而言，英格兰还是朝着中央集权政府的道路前进。在亨利3世时，原本国王法庭中处理财务的单位正式成为司法管理机构，也就是最高法院的诞生。对外事务管理也有了大法官法庭，而更重要的则是议会的逐步成型。当爱德华一世继位后，他为了能够尽快且有效的募款，所以便不断的召开议会。为了让大家都愿意缴税，爱德华除了要耐心解释为什么要征税以外，还得听取各地的事务，审判特殊的案件，制定新的法律等等。其中有意思的是，在会议中除了贵族以外，还有一些地方各郡或城镇的代表，他们多半是城镇中的有钱人，或许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够被征收到税款。尽管如此，别忘了他们其实是所谓的平民。这样的议会一次又一次的召开，随着时间的发展，让平民也能够参与的形势逐渐被确立下来。透过议会募集到足够的钱财，爱德华依靠武力统一了不列颠岛，征服了威尔斯，甚至还让苏格兰臣服，让国王的威望达到了鼎盛。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开始限制底下贵族们的权利，最终使得中世纪的英格兰从封建体制逐渐走向民族君主制。以往封建制度的那种层层权力结构，最终转向成国王与中央政府集权的结构，并且英格兰自此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英格兰朝着中央集权发展的同时，法国发展的步调就比较慢了一点。关于这个部分，我们下一集再来跟大家继续聊聊。